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俄军再占领俄本土七地，乌军收复红军村失地，转战弗勒达，79旅摧毁俄军装甲纵队。乌军龙式无人机携带旅热机猛攻俄军阵地，俄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空袭利沃夫，北约加大援乌力度，拉夫罗夫再画红线。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库尔斯克行动第30天，俄军再占领七地。据诺尔报告报道，在过去2天，乌军继续向科马罗夫卡、克列涅沃、杜罗夫卡、小洛克尼亚、恰列耶夫以南、马尔蒂诺夫卡东北方向以及鲁斯卡亚科诺佩尔卡发起进攻，并控制了沿途的小洛克尼亚、马罗夫卡、奥戈夫卡等七地。目前，在克列涅沃东北部，乌军将主力放在了亚历山大德罗夫卡方向，目前正沿着向北的铁路推进。在克列涅沃东部，俄乌双方战斗最为激烈。奥尔戈夫卡村已经换守好几次了，乌军还在杜罗夫卡向其东南部推进，以此来截断俄军退路。至于克列涅沃市，乌军则以无人机、导弹精准打击为主，昨天精准打击了俄军仓库据点。在苏贾方向，有俄军事博主证实称，俄军已从西北方向的小洛克尼亚村撤出。整体而言，结合泽连斯基和军事专家分析，由于俄军已向库尔斯克调动6万军队和加固阵地，乌军的推进速度已经放缓，但俄军想要在10月1日前将乌军从库尔斯克赶出去，明显是不可能。且不说乌军如今已有长期占领库尔斯克的想法，其还在不断袭击比尔格罗德其他州，分散俄军兵力，以及不断要求欧美接触武器解除禁令。乌军从库尔斯克向俄本土腹地发射远程武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俄军不集结至少10万大军，付出惨痛代价，是不可能将其完全赶出去的。接下来是乌克兰战场，乌军开始收复红军村实地。在弗勒达前线帕拉斯科维夫卡村东北部，俄军一支装甲车队向乌军阵地发起了机械化攻势，结果遭到乌军第79空中突击旅的炮火和 FPV 无人机拦截，俄军装甲、步兵均被消灭。值得注意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视频显示，乌军正在使用配有旅热机的重型无人机 Dragon 频繁攻击俄军阵地，其产生2500度的氧化铁和铝的混合物，形成火雨，可导致弹药爆炸，烧毁阵地上一切，作战效果显著。目前，乌军多个旅已经配备这种新型无人机 Dragon， 一次飞行就可以摧毁整个俄军阵地。且这种无人机不仅可以重复飞行，而且相比俄军曾经使用的温压弹、燃烧弹，部署也更快、更便捷。在普雷什蒂夫卡，乌军局势正在恶化，目前已撤出该村。在弗勒达村，俄军若是再向该村以西和以北小规模推进3公里，就可以包围仍在室内坚守的乌军，因此乌军很可能会撤军。在红军村方向，希尔斯基集中了14个旅的兵力，俄军在其东侧推进已变得缓慢，而且乌军还在南翼的谢里杜河南部进行了一系列反击。据战线地图显示，目前乌军已越过铁路，在诺沃赫迪夫卡西部与俄军交火。正如之前火力军所说，乌军将兵力放在南翼，其目的很可能是奔着切断俄军突出部去的。后续乌军究竟是缓慢阻止还是反击切断，仍有待观察。其他战区战线的变化不大，也就库皮扬斯克前线，俄军使用配备 UMPK 套件的 FAB 炸弹，对库皮扬斯克以北16公里处奥斯基尔河上的 A79 公路大桥进行了空袭，目前尚不清楚攻击结果，但从画面来看，大概率是截断了。今年以来，乌军用空间换时间，通过层层阻击，几乎耗尽了俄罗斯资源。据乌克兰联合空军战略司令部9月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俄军当天人员损失新增1390人，累计伤亡62万0350人，突破了62万大关。乌军在攻入库尔斯克后，也加大了对克里米亚的打击。据开源情报援引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部发言人普莱滕丘克的话表示，乌军将在不久之后彻底摧毁克什大桥的防御工事，而俄军也紧急加固了克什大桥，不仅在大桥两侧修筑了护栏，试图阻挡乌军打击，同时俄军也调来了几乎所有能用的防空系统，如 S300、S400、S500 以及铠甲 S1 等。但俄军防空系统在克里米亚的战绩大家有目共睹，属实拉胯。更何况近日美国或将向乌克兰提供 JASSM 导弹，其不仅可以攻击俄本土300公里深处的目标，也对克什大桥构成了致命威胁。就连拘留中的俄前军事指挥官吉尔金都认为，在库尔斯克攻势之后，乌军将在10月向克里米亚或向第聂伯河方向发动攻势。继袭击波尔塔瓦市后，9月4日凌晨，俄军发射13枚导弹和29架无人机，联合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里格。
造成50多栋建筑受损，3人死亡，50多人受伤。具体情况如下：乌军拦截了7枚导弹和22架无人机，整体拦截率达 69%。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4架来袭的俄军无人机在夜间闯入白俄罗斯领土，白俄战机紧急升空拦截。目前白俄方面尚未做出回应。而对于此次袭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无差别进攻来报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拜登则表示，俄军这是在逼迫乌克兰屈服。他强调，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乌克兰将最后的胜利。欧盟方面，罗纳托维亚总统埃德加斯·林克维奇斯和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在第一时间呼吁，必须取消对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的所有限制。其中，后者还呼吁将 ATACMS 导弹转让给乌克兰，取消对其使用范围的限制，并允许拆除可持大桥。最后，乌克兰自己，泽连斯基预计在下周联合国大会上与拜登会面，再次请求解除武器限制，打击俄纵深目标。但能否解除，甚至有限度解除，仍有待观察。首先是英国，其签署价值 3.92 亿美元的炮弹协议支持乌克兰。据悉，该协议是乌克兰国际基金的一部分，目标是在18个月内交付该批弹药，预计到2024年底将有12万枚炮弹抵达乌克兰。其次是德国，德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12套 IRIS-T-SLM 防空系统，目前已经交付4套，年底时会再交付2套，其余6套将在后期交付。任期内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明年的继任者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最后，其他欧洲国家也继续表现出对乌克兰的支持，如挪威拨款4800万欧元支持英国为乌克兰购买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的举措。罗马尼亚议会最终批准将爱国者系统转移到乌克兰，议会2院都已经批准该法案，目前正等待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签署。届时14天内，爱国者将出现在乌克兰。此外，爱尔兰总理西蒙斯·哈里斯与泽连斯基于9月4日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支持与合作双边协议。该协议规定，爱尔兰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促进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和向乌克兰提供非致命军事援助。美国在援助方面，科比表示，美国打算在未来几周内推出另一项军事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因欧美要解除武器限制，或是美国要向乌提供 JASSM 远程导弹，俄外长拉夫罗夫坐不住了，再次直接给画下了一条红线。9月4日，拉夫罗夫称，不要拿俄罗斯红线开玩笑，美国人知道在哪里。同时，拉夫罗夫还向美国强硬表态，美国已超出其对 F-16战机设定的门槛，俄罗斯能再次画下红线，说明其很愤怒。但红线是不是底线，这很难说。毕竟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我们听了太多次俄罗斯红线，如乌克兰如果攻击克里米亚，俄罗斯就要；如果欧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俄罗斯就要；如果乌克兰攻击俄本土，俄罗斯就要；如果乌克兰攻击莫斯科，俄罗斯就要；如果乌克兰攻击俄能源设施，俄罗斯就要。屡次越过红线的结果是欧美援助武器越来越多，武器种类越来越先进，乌军也随之打击范围越来越广，打击种类越来越多。因此，若是美国最终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拉夫罗夫的红线被逾越，俄罗斯大概率会按照以往惯例再画一条。据 ISW 报道，9月3日和4日，乌克兰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员辞呈和任命。据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鲁斯兰·斯特瓦丘克于9月3日至4日宣布，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战略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卡梅申、欧洲一体化副总理奥尔哈·斯特瓦尼希纳、负责重返社会的伊琳娜·维列舒克、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维塔利·科瓦尔、司法部长丹尼斯·马利乌斯卡、生态部长鲁斯兰·斯特里莱茨，要么被解职，要么提交了辞职信。其中，维列舒克和卡梅申已确认会过渡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其他人最高拉达则正在考虑其中几人辞职。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内阁改组的真正目标，但在晚间讲话中，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乌克兰将在秋季完成政府在某些领域工作的改进，进而加强内部管理、投资、入盟谈判以及扩大与合作伙伴关系进展。后续会带来什么效果，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据自由时报9月4日报道，波兰 WB 集团推出了一款新型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名为战友50。关于这款无人机的具体信息，目前只知道它弹头重量为5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数百公里，其他数据尚未公开。不过据 WB 集团披露，战友50完全舍弃了侦察功能，仅配备了与攻击能力有关的设备，将专注于提升作战效能。目前正在进行最后一步的完善工作。军事专家认为，鉴于战友系列无人机此前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得到应用，展现了不俗的实战效能，战友50后续的完善工作大概率会借鉴这些实战经验，
再加上其超远距离的作战能力，将大幅提升波兰军队打击敌后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还有消息称，这款自杀式无人机能够直达莫斯科。尽管官方目前尚未证实这一说法，但无疑增加了它的威慑力。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波兰国防部并未对是否采购战友50做出公开表态。这可能是因为波兰一旦部署战友50，俄罗斯就会将其视为直接威胁，大概率会采取相应的军事部署或外交行动。这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北约和俄罗斯的矛盾。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9月5日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库尔斯克核电站原本有4台机组，但目前仅剩1台还在运行。对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作出公开表态，其认为尽管这个核电站对于周围地区的能源供应非常重要，但如果战争走向变得更糟，届时将会毫不犹豫地关闭这个核电站。反之，俄罗斯仍然会采取安全措施，继续保护库尔斯克核电站的运行。据路透社9月4日报道，埃及总统法塔赫塞西对土耳其进行了访问。报道称，这是12年来埃及总统首次访问土耳其。在访问期间，法塔赫塞西与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讨论了有关加沙战争等事宜。随后，两国还签署了18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涉及能源、防务、旅游、卫生、农业、金融等多个领域。双方希望在未来5年内能够将彼此之间的年贸易额增加至50亿美元。据中时新闻网9月4日报道，关于去年2月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一事，美军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竟是因为飞行员经验不足导致。调查人员表示，这个飞行员的本职工作是驾驶 F-35战机，和在阿帕奇直升机上的飞行时长只有35分钟的模拟器数据，并没有实操经验。此次事故发生前，这名飞行员确实凭借着过硬的驾驶技术，快机种操作阿帕奇长达90分钟，但在即将结束飞行时发生意外。飞行员本打算操纵直升机在空中悬停并降落，但由于阿帕奇是旋翼机，与固定翼结构的 F-35在操作上有所不同，飞行员尝试了3次均未能成功。在进行第4次尝试时，飞行员习惯性地采取了 F-35的驾驶方式，直接导致这架阿帕奇坠毁。9月2日，美国国防部对外宣称，在红海海域上，胡塞武装袭击了2艘挂有沙特标志的油轮。据中时新闻网9月5日报道，韩国与波兰的武器交易愈加频繁，不只是波兰购买韩国武器，现在韩国也向波兰采购无人机。根据韩国国防部采购管理局的说法，将采购200架波兰制造的战友系列无人机，总价值约146亿韩元，约1092万美元。韩国军方表示，这笔交易主要为了应对朝鲜威胁。前几日，朝鲜公开了持续开发的自杀式无人机。韩国觉得自身也需要配备能够与之对抗的武器，恰巧波兰战友系列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有非常好的实战效果，再加上两国之间深度的国防合作关系，韩国国防部部长申元实更是亲自访问波兰，促成了这笔交易。需要注意的是，波兰此前展示了一款名为战友50的新型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据说能够直接打到莫斯科。尽管官方尚未证实此消息的真实性，但足以说明这款无人机具备极强的远程打击能力。目前并不清楚韩国是否会购买这款战友50。如果韩国选择购买，那么其在无人机方面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大幅提升。据美国海军新闻9月3日报道，澳大利亚海军阿拉弗拉级近海巡逻舰阿拉弗拉号 P203 日前正式开展海测。报道称，阿拉弗拉号于2020年12日就已经下水，但由于供应链延误、技术整合困难等多项问题，整体进度被严重拖延。澳大利亚海军用了3年时间才克服这些问题。它全长80米，排水量为160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40公里。主要武器暂定为台风遥控武器站与机枪，后续可能会有所改动。舰为可起降直升机，也能操作无人机与快艇，并搭配有先进传感器与指挥通信系统，能够执行近海巡航、反海盗、扫雷和水文测量等任务。待该船正式服役之后，有望实现一船多用，或将大幅降低澳大利亚海军的后勤负担。9月4日，日本防卫省对外宣称，
将对海上自卫队进行大规模调整。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的舰队编制主要以自卫舰队为核心，下辖4个护卫队群和扫海队群。根据新的组织调整方案，现有的护卫队群和扫海队群将合并为新的水上舰队。水上舰队将下辖3个水面作战群、1个水陆两用战机雷群和1个哨戒防备群。3个水面作战群将成为水上舰队的主力，每一个作战群的舰艇数量将有所增加，以提高任务轮换、训练和维护的效率。水陆两用战机雷群将整合现有的扫雷部队和运输舰、登陆舰，以支援水雷作战和亮机作战。哨戒防备群则由专门负责监视任务的舰艇组成。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次调整旨在建立一个集指挥和监督所有水面船舰部队的架构。新的组织架构将使水面作战群能够专注于日常训练，并确保长期有效地应对各种作战需求。预计整个调整计划将于26年3月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4个护卫队群，每个都包含了1艘直升机护卫舰。若按照计划将其改编为3个水面作战群，将会多出1艘直升机护卫舰。为此，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决定把多出来的这艘直升机护卫舰编入新的水陆两用战机雷群。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国防部将开展重大国防建设项目，包括为印度海军建造7艘先进护卫舰，以及建造1700辆现代化未来战备战车。其中，对于护卫舰项目，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计划向国产造船厂发布招标信息，总投入约7000亿卢比，约83亿美元。至于未来战备战车项目，按照印度国防部的说法，该项目旨在取代印度国内的 T-72坦克，因此印度国防部希望供应商制造的坦克本土化程度要超过 60%， 且允许在未来分阶段交付，每个阶段建造约600辆。此外，印度陆军还计划采购100辆 BMP-2 步兵战车，预计在该项目上的总投入约5000亿卢比，约59亿美元。据中时新闻网9月5日报道，美国洛格公司对外宣称，437型先锋技术验证机已于日前完成首飞。437型机最早是基于诺克公司401型无人机衍生出的有人版本，还有一具惠普535发动机提供动力，最大航程5556公里，滞空时间约6小时，并具备907公斤的承载能力。内部武器舱还可容纳2枚 IM-120导弹。在首飞过程中，飞行员通过实操测试，验证该机应对突发状况之能力，同时搜集机体飞行参数，以便未来应用至无人版本，达成开发出低成本多用途无人机的目标。据多方媒体报道，9月4日，美国末日飞机 E-6B 出现在爱琴海上空，随行的还有一架 KC-135加油机。鉴于美国并未公开此次行动，再加上末日飞机能够担任核武临时指挥所，具备极强的威慑力，因此欧洲各国非常关注它的具体行动路线。有媒体表示，这架飞机不久前还在荷兰上空飞行，可能会按照美军机的专用飞行路线，前往英国皇家空军基地进行下一步的部署。据多方媒体报道，9月3日，俄军的一架米8直升机在伊尔库茨克和布里亚特的交界处坠毁，该地临近蒙古国北部。此时正值普京访问蒙古国之际，这场事故显得异常敏感。不过到目前为止，俄官方并未回应此事，具体消息有待验证。据美国海军时报9月3日报道，曾任美海军曼彻斯特号滨海战斗舰指挥部高级主管的格瑞斯·马雷洛与该舰其他高级军官串通一气，在这艘军舰上私自非法安装星链网络设备，并通过该网络进行如观看体育比赛、网络视频等联网操作，且在被发现之后多次向上级撒谎，试图蒙混过关。后经调查人员一系列查证，确认了格瑞斯的罪行属实。目前他已被解任职位，相关高级军官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军能把乌军从库尔斯克赶出来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